这个就是软文的功效，你必须要让人家，我很想听听接下来怎么做，那这个故事就成功，它就会印象深刻，它就会植入你的脑海。如果你曾经在网上打过广告的话，那么你肯定会觉得写标题、写文案、写内容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欢迎收看 Expert Insight 专家内幕。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一位来自台湾的 AI 内容营销专家 Ariel。嗨 Ariel， 可以请你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故事吗？我是2014年的时候开始创办我们家游戏数位，那当时会创办这个东西是想到说很多 SME 就是中小企业呢，他们要投放广告，然后要做内容，甚至要做所谓的业配文、软文，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做的。那我们希望能够提供一个工具，让它很方便，所以就想到说，那如果用 AI 这样的方式导入到这个内容营销的状态下，是不是可以帮助很多人？那我们说到 copywriting 这方面，你觉得 copywriting 在一个广告里面扮演着什么重要性呢？copywriting 的重要性其实不亚于我们在投放广告，因为广告它比较是像我这一家，我的产品，我很骄傲，我去讲这个东西。那AI copywriting 用一个文案的角度切入，比较像是旁边的人可以说，我用过这个东西很不错哦。你是会经历过那种熟人跟你推荐这种东西，然后你就买单了。因为你相信这个人。那 AI copywriting 比较像这样的角色，他去 support 这个产品在行销面上是一个比较软性的，所以 copywriting 在中国他们叫软文，就是这样来的。软文，对，软软的去 support 这一件事情。那么在写这个 copywriting 的时候，你觉得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什么呢？基本上你在做 AI copywriting 的时候，其实你就是在说一个故事。那我们在做一个故事的行销，就是 storyteller 的这个角色的话，你不能够让人家觉得你在说故事，你要让人家很自然而然的觉得说，我想听你这个故事，那就达到这个目的了。所以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有一个岛屿，它那个岛上面的猪是会游泳的。那个巴哈马岛对，那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猪会游泳？就假设你今天没听过这个故事，你会问我说为什么猪会游泳？对啊，我是不是开始跟你讲这个故事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软文的功效，你必须要让人家，我很想听听接下来怎么做，那这个故事就成功，它就会印象深刻，它就会植入你的脑海。那你下次在那个 Google search 的时候，你就猪会游泳的岛，这一篇软文就跳上最前面。所以说，主要是那个标题，对，是那个重点吗？对。好 ，Ariel，刚才我们有说到 AI 嘛，那么你觉得 AI 和人类在写这个 copywriting 的时候有什么分别呢？基本上 AI 它会分成几个进程，第一个进程就是我们教会这台机器学会人的东西，那在这个东西前面要累积很多的 data， 所以在这前面其实是是工人智慧。不是人工智慧，因为要花很多的工人去，就像你在教 baby 一样，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讲说，这个字，这个是 apple， 这个是 pen，apple and pen， 大概是这样的东西。对，你要先教会他。那到第二阶段，这些 data 够的时候，我们就会变成说，他已经知道有一个基本的架构。我知道我今天要写的是童话故事哦，我今天知道我今天要写的是去冒险历险的，或是屠龙的，我们就有几个他已经知道的历程可以给他，那他就可以半自动的写出这样的东西。可是最终的阶段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提示，比方说就刚刚我们说的猪岛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写一个在一个岛上猪会游泳的故事，我给他这样一个引题，他就自动的把这篇文章写出来。对，所以其实你说 AI 跟人写的有什么差别？基本上它是先学会人写的，然后才慢慢的写出很像人写的东西。那这中间会经历过一段程序，是真的有一点像人，又有点像机器。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新闻 ，AI 的新闻，它看起来就是又像机器爬出来的，可是你又会怀疑说它是不是人写的，因为它说的是资讯内容，资讯内容没有感情。所以没有感情的东西很容易做出来，可是像我们做 AI copywriting， 它是必须要有感情，因为你要 push 别人去购买，产生购买的行为，所以你必须要把很大的情感模组加进去，把它养得像个人一样。
那你觉得 AI copywriting 能够怎样帮到中小企业来做一个这个优化呢？我们看看现在我们在做的 digital marketing 投放的市场嘛，一般正常的人就会去投放广告，大部分的企业主都会去想到这件事。可是你要把品牌做到更好的时候，你必须在这个软文就是 copywriting 上面去下功夫，就是我们的内容营销这一块。那怎么样帮助他们呢？因为一般来讲，他们不知道要写什么，就我们刚刚讨论到的重点，标题就很难。内容是写什么不知道，这样写会不会触犯法律？然后这些东西我们都帮这些中小企业主想好了，所以他只要进到我们家的平台，就解决了他这些问题，至少他可以投放出一篇跟他们家的产品或者是他的品牌是相吻合的这样的形象的建立。我觉得这一块是帮助到中小企业现在在做内容营销这一块很大的一个忙，因为以往他要去找写手。写手可能搞不清楚他的东西卖的是什么吧，所以我们要一直很不停的沟通这件事。那我们现在把沟通这件事情变成是人和机器之间的沟通，所以他会去记录你的历程，说哦，原来你前面问我这个问题，这样是对或者是错的，我下面知道我下一篇不会再犯这个错误，那是不是就节省了那个时间？对，听起来真的好容易的感觉啊！是，只需要跟这个 AI 说你要达到什么效果，它就会准备一个几乎是近完美的一个文章。对，因为很多中小企业主他搞不清楚，他很想表达他的东西很好，可是他搞不清楚我是应该用记者报道的方式去写呢，或者是我其实应该用一个文青的角度去讲这件事，或者我要用明星代言的那个角度去讲这件事。对，主要是说到那个感情嘛。对。那么你觉得要写一篇有感情的内容，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对，因为其实要写一篇能够触动人心的内容，让他记住你这个东西，记住这个故事，甚至记住你这个商品，它其实跟我们在做一个剧本创作是很像的。那一个好的剧本创作就是很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童话故事。童话故事就是很多剧本创作。那你看童话故事，你就会有那个第一你要有男主角，第二你至少要一个主角对不对？或者是男女主角。然后第三你要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个背景是什么，这个要交代出来。然后他遇到了什么困难，这个就像我们在投放这种软文行销的时候遇到的，他遇到什么困难导致于他这个你没有用他们家这个商品不行，你要描述出这些厂商为什么要用这些商品嘛。后来他用了什么好方法去解决了这个困难，就像英雄去杀了那一只龙一样，守在那个城堡里面的龙救出了公主。这样的东西是非常适合，连好莱坞的剧本都是这样搞的，所以这样才会让触动你的心。你看完整出电影以后，英雄救美的电影出来，那个幸福满满这样子，就达到这个效果。对，所以可以说是主要是要找到顾客的痛点，然后写出来，对，那他们读起来就会有那个身同感受，对，就会继续读下去，对吗？好，那么说到 AI copywriting， 你觉得它会对现在的营销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个人觉得啦，这个对整个营销市场是有3个层面的影响。第一个是对媒体会产生一个冲击，因为我们以前是传统媒体，现在这些自媒体都出来，新的媒体这一块会产生冲击。那媒体产生冲击之后，就会对广告的方式产生冲击，因为以前的广告就是传统的硬广我们做广告投放，那现在软文就是这个内容营销，它就多了一个新的广告的名目嘛，你要不要操纵这一块，所以媒体跟那个广告都会造成影响。那第3个就是销售的模式，以前的销售模式是你要透过很多的代理商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那自从电商有了以后，它也会产生你把所有东西聚到这个EC的 platform， 我去销售这种东西，所以就像那个这边应该是 Lazada 嘛，然后就 Amazon 嘛，这些大家都把东西放上去卖了。可是放上去卖，他们怎么样让人家知道他的东西在这里？这个就是内容营销跟投放广告的重点。我一定要把客人带到你面前来嘛。那这个广告投放的时间，广告如果一下档是找不到这个路径。可是如果你把内容行销做到好，因为它在上面的软文是从不会下档。你只要这个品牌做得好，你永远可以导到你到哪边去卖。我知道我的 Lazada 在哪边卖，我知道我到 Amazon 在哪边卖，所以它会产生一个对这个行销媒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你觉得在未来会不会有一天 AI copywriting 会全面取代人类？
你会害怕这一天吗？是有点担心。我之前去参加 Web Summit 的时候，很多的那个外国人都跑来问我这个问题，因为尤其是他本身是个 writer 的，他就好担心，他想说我会不会哪一天我就被机器人抢了饭碗，没有饭可以吃。我觉得这是大家都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啊。对，那其实就呼应我们前面讲，因为你必须教会这台机器学会人的行为，它才可以帮你做事情嘛。所以你可以把 AI copywriting 想象成它就是你的助手或是你的分身。如果你没有教会它这些东西，它是根本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东西。那当它是你的助手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节省很多你以前要花费很多时间去找资料的时间？你要花费很多东西去想，这个 idea 好不好？有没有什么可以做 brainstorm 的时间省下来了？它会直接就丢几个给你，然后它就帮你展开后面的东西，你只要去修改就好。所以某个层面来讲，我会希望 AI copywriting 它是可以协助人类更方便去创作，那每一个人都可以是 broker，这样子。所以说 AI copywriting 是来协助人类，而不是来取代人类的，对不对？没错。好，那我相信很多 copywriter 听完你这一个答案之后呢，应该很放心啦。没错。对。那好，那在我们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你有没有一些 tips， 就是可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的呢？OK，我的 tips 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小企业他们都很努力的想要做 e-marketing 这一块，可是投放广告是第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因为你所有的营销都是有成本的，那这个是你必须花的成本，投放广告一定要。那这个生意如果你要做的长长久久，让你的品牌是跟你的生意是做强结合的，我觉得内容营销是一个很重要，你也不能够错过的功夫。那这个东西会造就是你的品牌力是一直往后面延续下去，所以大家我想到租车我就想到哪一家，我想到我要上网买东西我就想到哪一家，我想要第三方支付我就想到哪一家。那这个东西是需要平常去铺垫累积的，投放广告跟累积内容营销这两个把它结合在一起，你的东西才会卖得又久，卖得又远。好 Ariel， 那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你有用过我们 AskHelper 的平台吗？当然是有用过了。那你觉得怎样呢？我觉得好用的地方是因为你们把所有的 tool 都把它 modular， 都已经模组化了。那这个模组化对中小企业来说，它就可以没有痛，它就把它拖拖拉拉，它就可以做好一个广告画面。那以前呢，这个广告它要去想标题我们喂给它了。那现在就是你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画面，很快3分钟搞定一个广告，5分钟搞定一个 landing page， 应该不难吧？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对现在努力想要做 e-marketing 的中小企业是很好的一个工具。我觉得很不错的是，因为 AskHelp 跟我们家在做的那个 AI copywriting 是相符合的，它都是为了中小企业去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把这个工具推广到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荣幸。我很希望把这个东西推荐到给台湾的中小企业，大家来用这么方便的工具去制作更好的有效的广告内容。好，那非常感谢 Ariel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内容营销的资讯的话，请关注游戏数位的网站。那么如果你们想知道更多关于广告投放、营销策略的资讯的话，请继续留守我们 Expert Insight 专家内幕。我们下期见，拜拜。拜。